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谁结婚谁傻逼已经变成了中国年轻人的共识。结婚对男人有什么好处？结婚就是当供养者，贪婪的女人无限制的索要金钱，却随时随地可以绿了自己，还不如直接去嫖娼。而女人想的也一样，结婚的本质就是被榨取生育价值之后，给药主当免费保姆，最后被出轨、被嫌弃、被吃绝户。为什么所有人在婚姻中都觉得自己是韭菜，要提心吊胆的防止被算计、被害呢？这一期本台要谈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答案。上期我们回顾了建国之后几十年老婆包分配的历史，上海妓女被改造分配给解放军战士，八千乡女被一纸命令送上天山。婚姻不是两个人自由建立关系，而是对组织、身份和政治忠诚决定的。政府为你们花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你们好，把你们集中在这里，并不是扣留你们，一方面是怕外面的流氓欺负你们，一方面是帮助你们学习。今天很遗憾已经没有这些好事发生了，但是老婆包分配的精神遗产依然在为数亿中国年轻人的婚恋保驾护航。首先这套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呢？在老婆包分配时代，它体现为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你跟谁恋爱，什么时候结婚，甚至能不能离婚，党组织全替你安排明白了。在性专营的意识形态中，两个人的床上永远站着一个伟岸的第三者。你接触另一半之前，你得先无条件的信任这个第三者，让他来设计、规划和改造你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第三者党组织本身就主打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从党建立的第一天起，甚至从建党之前，他就永无止境地跟内外敌人做斗争，斗封建势力，斗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党内走资派、境外敌对势力斗争到底。没有敌人，他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还没有实现，所以他必须不停地找敌人、打击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出来斗。所以当这台斗争机器成为了中国人的月老，这套斗争的哲学就被自然而然地带进了婚恋中。婚姻的假设不再是两个人之间或者两家人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对党的忠诚要高于对配偶的忠诚。因为你的配偶有可能是思想不纯、立场错误的人，所以你也得随时审查他们、考验他们，必要的时候划清界限。在老婆高分配时代，这就造成了无数那些互相举报的故事。徐思友，我恨你，我绝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经历了改革开放、高铁和 AI， 中国人的生活仿佛沧海桑田，但这套随时准备审查对方、斗争对方的精神结构却遗留了下来，从审查阶级成分变成了审查资产和动机。今天每个人恋爱的出场设置依然不是先把对方当成一个具体的人去了解、去倾慕，而是先把对方当成一个潜在的敌人去防。是你愿意为了这份爱放下自私，拿出态度，让对方心安。其实之前全国轰动的大同订婚强奸案中就能看出这种心态。2023年5月1号，山西大同市阳高县27岁男子席某某和24岁女子吴某某举行订婚宴，双方签订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当天给女孩一半彩礼10万元和一枚7.2克的金戒指，承诺结婚1年后在90多平方米的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孩名字。5月2号下午，两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男方强奸。2023年12月，阳高县法院对案件刑事部分作出一审判决，席某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席某某当庭上诉。很少人谈到这件事的一个重要层面，那就是双方不假设对方不可信，让婚恋变成了一场考验。在男方看来，彩礼都交了，婚约程序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女方到这个时候突然换了一套规则，那肯定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但是在女方看来，自己才是被算计了，因为这个可信度的测试还没有结束，而男方刚刚交完钱就想生米煮成熟饭，趁机压价，这恰恰说明他不可信任。这两个人从认识到订婚，可能连1秒钟都没有信任过对方，更谈不上真心实意的喜欢。
双方心知肚明对方就是在意钱和房，他们两个的信任度还不如两个在菜市场买菜的人，因为就算是在市场买菜，也不会无时无刻都觉得对方的任何举动都是在压价和算计。只要动作稍微变形，金钱的交割流程就走不下去了。一个直接动用物理暴力，另一个把国家机器拉下场，都想把对方往死里整。这个案子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因为它就是当下老中婚恋的一个缩影。每个人都相信对方在算计，自己才是那个被利用的人。有人会说，婚恋中的怀疑和祸害哪个国家没有啊？美国有离婚撕逼，韩国有男女对立，福尔茜上天天骂女人。的确，猜疑和祸害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中国性别斗争的一大特色在于，不仅仅停留在利益算计，而是会上纲上线，将对方发明成为一个阶级敌人来批斗，诉诸于国家机器打压对方。即使我们把婚恋彻底当成一场交易，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人的本能反应也往往不是买卖不成仁义在，而是要开挂，证明对方的行为不合上意，召唤铁拳砸碎对方的狗头。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两性战争中最别具一格的地方，男女之间动不动就互相报警、举报、照弹攻击，男性举报女性主导的腐文化，女性举报男性向的色情内容，吵不过就说对方破坏生育率、传播性别对立，要平台封号。不管是什么家庭纠纷，都急着写小作文，把对方挂到网上公审，一定要把一个更高的权威拉进来，把对方批倒批臭。有观众可能会问，这有什么不好吗？就该让国家来评评理。问题是，当你习惯了这种把普通的矛盾上升为值得国家和公众介入的大问题的思维方式，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病态的上纲上线心理。比如说，在老婆包分配时代，作风问题是要命的。如果一个人出现生活作风问题，轻则不能上大学，要开除公职，重则被劳改和枪毙。到了今天这套必须无限纯洁的精神，依然和某些所谓传统思想结合在一起，影响着中国人的情感关系，瞬间就能让一些常见的普通人的情感摩擦自动连接到一个巨大的、严重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指控。比如说，对方出轨了，这个不仅仅是出轨，这个是道德沦丧，这个是阶级斗争，因为他贪图物质，背叛无产阶级的我和高富帅发生关系。如果我不让他们社会性死亡，以后就做不了一个人了。对方曾经有过前任，这个不只是个人历史，这个是不贞洁，是必须被永远审查的污点。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听起来很遥远都21世纪了，还有人这样想问题吗？交个男朋友，直截了当说了就是，不就是 one night stand 一夜之欢吗？2019年，北大女生包丽的男朋友牟林汉，因为包丽不是处女，就对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精神虐待，不仅每天疯狂辱骂她肮脏，还要她在身上纹字，怀一个孩子然后打掉，进行绝育手术等等。很多人都不懂，为什么包丽不直接拉黑牟林汉呢？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聊天记录，你就会发现，牟林汉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他借用了那套无限上纲上线的政治叙事，构建了一个道德法庭。在这个道德法庭当中处女不是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红线。因为保里犯下了历史错误，所以牟林汉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审判他、改造他的权利。他揪住一个污点，日复一日的羞辱、恐吓保里，进行服从性测试。保里最初也是反抗的，他说：“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我的未来。”但是在长达数月如同熬鹰一般的批斗下，保里的自我防御机制也终于彻底崩溃了。他也接受了这套标准对自己的审判，最终自杀。虽然这个事情比较极端，但它体现出来的这种模式在婚恋中却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要不就是把对方当成完美的男神女神来膜拜贵贱，但是只要对方跟惯想不符，就心态崩塌了；要不就是把对方当成打怪升级来攻克征服，唯独不会把对方当成一个具体的人来理解和相处。
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其实从青春期就开始了，在中学早恋跟抽烟打架一样是碰不得的。中国的学生被反复的灌输，现在不能恋爱，要把高考考好，等你考上大学逆天改命了，爱情、性、自我实现全部都会自然到来。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延安的战士在最饥渴的年龄被强制禁欲，只能盼着革命胜利之后，组织会发一个老婆。今天的高中生同样在最饥渴的年龄被强制禁欲，盼着做题成功之后，未来能得到爱情的奖赏。根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一个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权威凌驾于所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之上，而你所有的本能和自主欲望都必须给这个第三者让路。从前是革命，现在是高考。这个第三者的结构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到了今天，中国的关键资源依然是中心化分配的，所有的教育资源都被压缩到高考这一个路口里。你想去好城市、好大学，找到好工作，都要通过这个路口。于是，所有不服于高考分数的东西，比如说早恋，就都变成了干扰。这就导致中国做题家对于恋爱的认知从根本上被扭曲了。因为爱情变成了在这个系统里面刷到了高分之后才能兑换的奖赏。但是问题是，恋爱本应该是自然的化学反应。靠近、试探、心碎、重建，当这些本能在最该生长的那几年被当成了一种干扰来镇压，结果就是批量生产出了无数不会和异性相处的成年人。对真实的异性一无所知，只有在性压抑中疯狂生长的幻想。如果你把对方当成经历了998世一难才能吃到的人参果，你怎么能接受它只是一颗普通的水果呢？更悲哀的是，到了所谓该结婚成家的时候，做题家们还是在沿用那套刷指标的思路，给对方打分、计算匹配度。为什么在中国的婚恋中，指标永远比个人的感受更加重要呢？性专营的底层逻辑是一种控制论，它假设人的婚姻恋爱家庭全部都可以像钢铁产量、粮食配给一样，被一套中央的系统精准的计算和统筹配置。在这种叙事里呢，两个人的爱欲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像一个水龙头，组织让你开就开，组织让你关就关。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靠不住的，需要依赖一个超越个人的权威临在来判定。当老婆包分配的制度崩塌之后，这个心理结构依然没有从中国人的心灵当中去除。谈恋爱不是和一个人谈恋爱，而是要和某种凌驾于人和人之上的权威临在发生关系。个人的感觉是靠不住的，需要依靠某种系统中存在的指标来判定一个人值不值得托付。比如说房产这个指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背后是国家机器的直接背书。有了房，你才拥有了城市资格、学区和安全感，拥有了一种安身立命的门票。而指标是一直在变的，前30年叫成本，后来叫房子和彩礼，这几年又变成了编制，但是结构是相似的。某个最高的权威制定了一个入口，所有人就围着这个风口刷指标。当人习惯了用指标理解世界，连人的感受也会被当成指标，连对方跟你相处感觉好不好都变成了情绪价值。自己活得像个指标，也要用指标控制和计算他人。可能有人会说彩礼、门当户对这些不是自古就有吗？确实，找对象看条件是任何时代和国家都有的，但是把人命当成钢铁产量一样计算，用运动式治理干预反应，就是性专营的特色了。上个世纪，经济学家马寅初发现，中国人口在当时条件下太多了。中央先是把马寅初批倒批臭，后来又猛然高瞻远瞩，得把生育率降下来。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推行，实现了一整套控制生育的流程。那引产哭的、闹的，打的、骂的，得精神病，就你要想起那会儿来，那真是，那是大局呀，再心算大局呀，就跟打仗似的，灭了多少人，是不？
时间快进40年，中央又发现人不够了，于是同一只手又开始了反向操作。但是结婚登记数依然持续走低，出生人口连年暴跌。无情的铁手只好祭出了最熟悉的操作：既然无法强制你生，那我们就封杀那些不想结婚、不想生娃的言论。他不能再建设什么，只能在意识形态上打压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东西。然而，控制可以摧毁生命力，却不能创造生命力。你可以把孕妇拖上手术台，就不能按着一对男女的头让他们相爱。手铐、罚款、宣传这些可以制造服从和恐惧，但是他们无法催生出把自己的软肋托付给另一个人的勇气。爱和生命力只能从没被恐惧压垮的心灵里面自然生长出来，而人可以被设计和控制这套逻辑，根源上就是反人类的。最细思恐极的是，这套把人当成指标的控制哲学已经成为了老中家庭代代相传的魔音。老婆包分配那一代人，大部分没有在婚姻中获得真正的幸福，而由于他们自己的一生是被控制的，所以他们发自内心的接受控制你等于为你好的世界观。当他们把这种宏大叙事带来的控制欲投射到微观的家庭里，孩子也自然继承了这种控制、算计和无限制审视对方的精神结构，用一套绝对的硬指标去衡量恋爱和婚姻。性专营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的过去，但我们依然有机会夺回自己的未来。在这个把人算计到了极致的时代，爱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最后武器。我们不是可以被随意拉伸和打压的指标，而是不可预测的活人。放下审视指标的滤镜，重新相信自己的感觉，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人，大胆去爱，去信任，去受伤，去真实的活着吧。当你重新开始做一个人的时候，那不凌驾于你的幽灵才会真正的消散。